是我对不起你。提醒过他，不可以伤害疗愈师，他还是犯规了。人激动起来会失控，不咬人，发泄不出来。给你的。无意伤害，希望你懂。咬到这么狠，就这8个字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为什么介绍他来这里？同事啊。需要你亲自上阵？这个女人很好强，又死爱面子。我发现她感情上出了问题，不想她强忍着，就在她桌上偷偷放了这里的名片。没想到，她真的来了。你很关心他，是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吧？无可奉告。回来做全职，怎么样？你是暖男，做事有分寸，又不多话。客户对你是放100个心，熟客特别的想念你。我以前做全职，是因为这里很痛，想释放，想减压。可是现在不需要了。我回来当兼职，只因为感谢你，也想帮一些有需要的人。报答你的，我昨天去了。去了哪里？我知道，不能说，我只想说谢谢你。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其他人都不能知道。我什么都知道了。金慧乔已经成了你的委托人，为了这件事，他们两夫妻大吵了一场。吵架对他们来说就像喝咖啡一样平常吧。崔仲基还是很在乎金慧乔，你不要那么积极找人领养她，给我一点时间挽回好不好？我对工作是很认真的，只要有适合金慧乔的人选，我都会全力以赴。你就不能做点好事，不要拆散他们吗？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干嘛？哇！对不起，有没有烫到你啊？没事没事。有没有受伤啊？没有。哎，真的受伤了？这是被虫子咬。舔那么大块脚布，那虫子一定很大只吧？是啊，挺大的。让我看一下。哎，不行。啊，那个咖啡要喝我先过去啊。说话都语无伦次，一定有猫腻。不要八卦，去工作。温馨提醒，请在1个星期内提交结婚证书，逾期未交，定金会被没收，购物资格也会被取消。金慧乔，对不起啊，我一感冒啊，鼻水就流个不停。你今天约我来，就想知道我对领养者有什么要求啊？我想对你多了解一点，你想要什么样的人，我都可以帮你摆平。
我要独立，要自由，也要有人陪。我不想像现在这样，每天都一个人。像你这样勤奋顾家、有想法，又追求自由的大龄人士，很多单身男女和年轻夫妇都喜欢。我一定会帮你找到最理想的家庭。你呀，最好是找一个医生领养我，那以后我看医生啊，就不用花钱了。你去哪里啊？看医生啊。这么不卫生。明正，欧先生找你。谢谢你啊，顾玛丽。我是来给你最后通牒的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已经这么多天了，领养我的人呢？欧胜德先生，你的要求太高，我需要多一点时间。你不要找借口。我知道你这几天心情不好，不过对不起你的人不是我。跟那个人没有关系。公私分明。3天，再不行我就换人了。不必3天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。请进。怎么样？满意吧？新单位2房1厅，家居俱全，屋子里还装有警铃，门外还有视像监察，绝对出入平安。这里的小区五脏俱全，活动广场、无人商店、小药房、花圃、健身房、看书休闲的地方，一样都不缺。我是来见领养者，不是来看房子的。你有福气，领养你的人决定买下这个单位和你一起住，你1分钱也不用出。领养我的人到底是谁？31岁，事业有成的单身女人，家庭背景很简单，无父无母，思想独立，经济独立，性格也很独立。这么完美，好像是在说我。就跟你差不多一样，不想要被人管，要自由，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这么说，我们应该是绝配啦。是啊，你等一下就跟我回去事务局，我们把领养协议书给签了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这个人呢是注重原则，连张照片都没看过，谁知道领养我的人是什么样子啊？没有100分，也有90分。不信，你看一看。五官精致，笑脸迎人，不错，我喜欢，我给95分。100分，我说的是这里。真是臭美，给自己100分，没有人的脸皮比你更厚。现在怎么样？签还是不签？老老实实，是不是被小白脸给甩了？又舍不得房子的定金被没收，想利用我保住房子。是又怎么样？我也是为你好。嘴巴坏，脾气又硬又臭，除了我，还有谁愿意领养你啊？既然是互相利用，也该讲好条件了。两手空空的就想我跟你同住，也该有份见面礼啊。想要什么？说。哎，早啊！这么早去承运哦？我还以为你在睡觉呢。都是你老公，电话响个不停，我5点钟就被吵醒了，之后就睡不着啦。孩子出事的时间不固定，医生都要24小时随时待命。来，这是我特别为你准备的早餐，喝点咖啡。
谢啦。田医生，我要去工作了。哎，晚点再走吧，陪我吃早餐。我们很忙的，回来再陪你吧。哎，等等，我知道了，我帮你做家务。虽然我的家务做得不好，但是至少你回来之后有时间陪我喝茶聊天。家里的东西你不要随便乱动，万一弄丢了，顺清是会生气的。不如我帮你准备晚餐，怎么样？不如你回家走一走，怎么样？不行，那个女的不来求我，我不回去。哎呀，我不管啊，你找点事情让我打发时间，我太闷了。我是有一个任务要找人做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什么任务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有人吗？彭诺夫人，彭诺夫人，彭诺夫人，你好，我是钟义莲。我知道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子晴叫我过来的，请问你需要我帮忙什么吗？我不需要，不必。请坐。好，谢谢。我儿子今天有事出门，就叫子晴找人来陪我。你跟子晴很熟啊？是啊，以前我住过安居院。这些点心是我儿子准备的，来，不用客气，吃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你的孩子对你真好啊！是啊，这是老掉牙的故事了。儿子出国读书，就把我送进安居院。去年打算回国发展，就把我接回来了。我看你一身贵气啊，就知道你过得很幸福。哇，你的嘴巴真甜哦！我今年80岁了，所有老人的腰酸背痛，我全都有。正好，我们家是开按摩院的，现在我就让你舒服舒服。可以吗？哇，很好，你的手艺真好啊，力度还行啊。很好，很好。出来吧，这是我最爱吃的黑椒鸡排，除了你，还有谁会煮啊？不是要我讨好你，才肯跟我回去的吗？煮个套餐就要求我回去啊？哪有这么容易？你看看，已经转账了，再加上这些，总可以了吧？要用钱收买我？这些是你赚的，陪伴彭霍夫人的酬劳。我今天是去工作。彭诺夫人很喜欢你，给了你不少小费。她还说以后如果还有人陪伴，非你不可。这工作太好了，有的吃，有的玩，有钱赚，又有人赞，真的是非我不可啊！这么甜美的肉，当然要给识货的人吃，才吃得出它的美味。你说我是肉？简单的说，像你这样人美嘴甜、人缘好，如果放你在按摩院里，会让那些女的妒忌。不过把你的这些温柔细心用来陪伴老人，那他们就可以开开心心，像彭洛夫人一样乐开怀。我和子阳商量过了，我们要成立一间非你不可的服务概念。妈妈扭一下，以后不止按摩，我们还提供上门陪伴的服务，每小时50块钱，每一次至少2小时才接受预定。那每一次最少可以赚100块。聪明，
子阳说，人口老化越来越严重，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80、90岁要出门真的不容易。如果有人上门陪伴，陪他聊天、吃饭，一起参加活动，陪着看医生，你说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现在的孩子们事业心那么重，哪有时间陪爸爸妈妈？有我出马，绝对可以放心。领养条例2位都非常清楚了。对委托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要得到陪伴和最基本的照顾，包括起居饮食、身心健康的维护等等。在1年之内，如果有任何一方提出解除领养协议，就得给另一方支付一笔赔偿金。赔偿金的数额会根据领养的期限和毁约的原因，然后交由公宅与大龄事务局做出最后的判决。如果双方都没意见的话，请在协议书上签名。签署完成，领养关系即刻生效。想清楚才签。恭喜2位，我慎重宣布，欧胜德先生和明珍女士正式成为父女。你们可以给对方一个拥抱。恭喜恭喜！领养手续刚办完，我等一下会把协议书发给房屋中介，等拿到公宅钥匙，再选个好日子一起搬进去。我搬家很简单，一个行李箱全部搞定。这么穷，装的吧？啊，装的。其实我穷到只剩下钱。那有钱人我还要去上班的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再见了，蒋女儿，我自己一个人去大吃大喝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打电话给你你不听，我发简讯给你你不回，你知道你害我在餐厅等了1个多小时吗？我很忙的，没空应酬你。你是忙还是找借口？你是不想关掉联名户口，不想把买房子的基金还给我吧？小人会用小人的眼光把人看扁。3年的感情我都可以不要了，会在乎那区区的8万块？你留定口德，我不是来给你羞辱的。签名。过后户口的钱马上可以转出来，你之前存了多少就拿回多少，剩下的我拿走。要我签，可以。把欠我的东西拿回来。我还欠你什么啊？一个道歉。对不起。这么敷衍，拿出一点诚意好不好？明珍小姐，我真的非常对不起你，可以了吗？这长国会也太过分了，对不起你，还跟你要钱。钱是他的，送给我我也不要。只是这么深的感情，说断就断，他家人心寒。一边等着结婚，一边背叛我，我再也不相信真感情。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本来以为梦想就快要实现了，怎么知道什么都被他毁了。幸好你这个不认输的好闺蜜，还是把公宅给保住了。你买公宅了？不是吧？这么快就找到代替品了？你小心遇到渣男了。这次找的不是老公，是老大。你每一次做的决定都让我摸不着头脑。我想过了，
如果这辈子不能通过结婚有个家，那领养个大龄人士还是一样可以有个家。你不要对感情失去了希望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可以过一辈子的人。你不用再安慰我啦，我会把时间丢在工作上，让自己很快走出情伤，让你看到一个打不死的明针。你在工作上已经够拼命了，不要再虐待自己了好吗？不是虐待，是把痛苦变成力量。我昨天已经签了3个委托人，你怎么样啦？之前跟你提起领养的事，你决定了没有？你不要再把目标放在我身上。我今天来是要跟戴维开会的，我要走了，不想开会迟到。加油，我等着跟你合作。我煮了你喜欢吃的汤面，快吃吧。没胃口。怎么啦？诊所租约到了，业主起租30%，这么高？店租起，药物成本也起，我的接生配套却不能抬得太高。要不然找新的地点搬吧。搬诊所也需要一大笔费用，好的地点也不便宜啊。再烦还是要吃晚餐的，先吃吧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啦？要来就来，上自己儿子家还需要预约吗？爸妈，你们在吃晚餐啊？正好我肚子饿。子晴啊，你是怎么照顾老公的？每一餐饭至少要3菜1汤，你不懂吗？那我去帮你们开个小鲍鱼。妈，我们就是这样，吃的比较简单。你不要装穷了，谁不知道妇产科赚得多呀？随便接生一个孩子就几千块钱。你们是上门要钱的，对吗？我们也没有办法，现在生活费越来越高，每个月你给我们一个人1500，真的不够用了。从这个月开始，给我们每人多500吧。你们为什么不跟大哥跟小妹拿呢？我们现在住在你大哥的家，吃的用的都是他的，有什么理由还向他要钱呢？你的小妹啊，很可怜，她的老公是打工仔，我们也不好意思跟她要钱啊。你们也太偏心了吧！大哥娶老婆买房子，你们花了多少钱？我呢，读大学、结婚、开诊所，靠的都是我自己。你有本事出多一点钱是应该的。你们跟大哥住，政府是有给他津贴的。他跟我们住是孝顺，如果要你收留我们，你为的是津贴啊！妈，不要生气，先吃面。这种鲍鱼啊，你大哥最喜欢吃的。等一下，我还可以带走一些给他吗？拿去，你要什么通通拿去。爸妈，刚才跟戴医生实习，没办法陪你复诊。你的眼睛没事吧？没事了。医生说手术非常的成功，以后不用再来了。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，我已经申请去英国读专科，回来就可以当专科医生了。哇，太好了！专科医生以后可以赚大钱的。可是我还缺5万块，你们可以借我吗？你哥去年结婚花了一大笔钱，现在小妹的成绩又进不了政府学校，读私立学校不用花一大笔钱吗？以前你们为了供大哥读大学，要我出来工作，幸好我得了奖学金，才可以读大学。现在为了小妹，你们要我放弃出国读书，这公平吗？是爸没有用，照顾不了3个孩子，是我对不起你啊。为什么每次牺牲的都是我？难道你要小妹停学成全你吗？好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我帮爸妈叫了私招车。怎么办？爸妈每个月都要多交500块。
我们给还是不给啊？有得选吗？烦恼到眉头都快打结啦，先登记成领养者再说吧。我只是在想，这会不会是缓解经济压力最好的办法？要不要马上行动？你不要再纠结了，领养成功，每个月有2500的津贴，1年后有6000块的花红，1年36000，刚好可以抵消顺庆给父母的钱。现在每个月都给他们4000块，就算不够，也是个很不错的补贴。人上了年龄，难免会有病痛。我不想领养一个随时都会生病的人。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时间上，我跟顺庆都应付不来。领养条例还包括了医药保险，要是很不幸，领养后真的得了重病，保险金也可以用来当医药费。说到照顾，你在安居院工作，面对这么多老人，不是处理得很好吗？先注册，有空再点进去大林之家看看，这里的委托人有好些都很健康。你慢慢选，双方都合心意，我尽快安排你们见面。快的话1到2个星期，慢的话2到3个月就可以领养成功。我对你是有信心，我担心的是顺庆，他跟父母的关系不好，要他接受一个陌生的老人，我看很难。又不是要你马上把老人带回家，先注册，就算最后决定不领养也无所谓的。我帮你填表格，不踏出第一步，永远在原地踏步。有空就要多刷刷大林之家，我一定能帮你找到一个最好的委托人。你还是先帮我摆平顺庆吧。你才是真正的领养者，他只要在你领养完成之前签下配偶同意书就可以了。喂，在没有得到顺庆同意之前，你居然要我妹先斩后奏？可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有信心给他们最满意的服务，保证严顺庆不会拒绝。你真的是为了冲业绩，什么都做得出。是啊，我想尽办法卖苹果，可是我卖给顾客的颗颗都是最好的苹果，好过有些人给他成，他一个都卖不出去。我只卖给有需要的人，不需要的，我不会强人所难。难怪有些人会放弃买成来跟我买苹果。妹，跟我来。为什么突然要领养老人？是明真要你这么做的吗？是我找他的。你这个闺蜜啊，为了冲业绩不择手段，有机会劝劝她。我们做的是良心工作，要她多付出一点爱心。我怎么能够劝得动他？明真精明能干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军师。你不要听她的，在没有得到顺庆的同意，不要自己做主。我不想你们2个吵架。顺庆的负担越来越严重了，领养的津贴或许能够帮到他。领养和婚配讲的都是诚意，最好不要带着任何目的。明真说的没错，领养后善待他们就是双赢。真是最佳推销员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福利工作都可以包装成双赢的买卖。明真说是因为你不懂得变通，业绩才会这么差的。随他怎么说，我在乎的不是业绩，我只想帮孤独老人找到最适合的对象，陪他们走到最后。你做得很对，但明真也没错。夫妻之间不能再相处就分开，勉强在一起，会幸福吗？如果有机会挽回，就应该保住婚姻啊。金慧乔就是最大的遗憾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今天没有相亲，他来干什么？婚配相亲是司徒子阳负责的，我不能越界，你去找他吧。他已经拒绝我了，他不让我与欧胜德见面。欧胜德再三声明，这辈子不会再结婚。再说他已经被人领养了。啊，这么快？这么大的一块烧肉，这样被人抢走了？什么烧肉？在我眼里，他只是个腊肉。被领养了，还是可以结婚的，对不对？欧胜德有什么好？为什么你非他不可？你还年轻，你不懂。
到了我这个年龄，选择结婚的对象，除了无病无痛，还要有钱。当然了，都7老80了，难道还要我找一个穷老头来照顾啊？你搞错了吧？他穷到连一台新的手机都让人家买给他，一定是装穷。不信你看看。红红火火，钱多多。哪里学来的？这么想当有钱人？网上说有些国家新居入伙，要旺就要丢火龙果。哎，等一下，计时还没有到，还有5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可以进来了。等一下。穿家托，我帮你准备好了。如果网上说凌晨1点搬进来可以让你当总统，你信不信啊？哎，不能随便摆，一定要正正宗宗，这样我们一辈子才能无风无浪、平平安安。你的规矩真多。说到规矩，有几样特别重要的。这个家不能带陌生人回来。我没有你那么多朋友。不准养宠物。我们的衣服一定要分开洗。你有，我也有，不可以随便管我，不可以随便动我的东西，不可以随便进我的房间。你这3条规矩我也一样。最重要的，你给我听着。我知道你是为了保留这个房子才领养我，我不介意被你利用，但是你一定要陪我走完这辈子。放心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说到做到。那就好。我去看看我的房间。时间倒转一遍，回到那一天，或许不会再胆怯。收起日日夜夜思念，抹去错和泪，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如果爱能重来一遍，不那么善变。小周助理，你好。我终于搬进来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和他好好的相处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你们会好好的。你不用安慰我，这个假女儿不好搞。如果合不来，我就搬回家。冷静，闭上眼睛，放轻松。烧焦了。烧焦了，请保持冷静。真的有烧焦味啊！金本姑，原来你连鸡蛋都不懂得煎啊！别丢人现眼啊，叫外卖。你不知道新居入伙要开炉灶旺一旺吗？看来这一餐很难吞得下。欧缺德先生，我没有打算煮你的份。哎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简单的一餐，难不倒我的啊。
油烟味和烧焦味都消失了。空气净化器转换为自动模式。可以吃了。你说的简单午餐，还真的蛮简单的。我的伙食一直以来都有私人厨师帮我打理，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像样的一顿饭。是的，有钱人，你最像样的一顿饭就是用热水泡的面，厉害。至少我煎的蛋没有烧焦。伊藤俊是国家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，样子又帅，而且还住在最高档的阁楼公寓，人也很好相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太好了。是崔仲基先生吗？一申请离婚啊，他就好像中了邪，一天发几10个简讯，写的都是一些奇奇怪怪、肉麻的东西。他心里有你。啊，请坐。我们聊聊。金慧乔女士，伊藤俊先生。你好。你好。伊藤俊等一下还有一个演奏会，所以得赶去彩排。那我们就长话短说。伊藤俊其实领养你，完全是因为他妈妈。你有妈妈还要领养？我爸生病，去年离开了我们，妈妈很想念爸爸，把自己都封闭了起来，哪儿都不去，朋友也少了很多。他希望能给他妈妈找到一个谈得来的姐妹。希望你能说动我妈，多带她出去走走，想要去旅游也行，我们可以3个人一起去。那很好啊，我也很喜欢旅行哎。我很满意，现在就签吧。其实我也很满意，不过还是得让妈妈先见见你。那好啊，我们现在就去见他啊。他还要去彩排呢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好。伊藤俊啊，你妈妈要是不喜欢出门的话，我可以亲自上门的。好啊，这样我找一天，请你们一起上门跟妈妈吃个饭。还是让我来安排吧。对了，不知道金慧乔女士要去哪里，我可以载你一程啊。哦，我就随便走走，哪里都行的。这样的话，去附近的画廊怎么样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我们先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慢走。原来是你在叫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别叫了，别叫了，被抛弃的感觉我懂。肚子饿了啊！我喂你吃香蕉啊！我走了哈。别走，别走！不是我不要收养你，家里那个说好不准养宠物的。我走了，你好好保重啊！哎呦你怎么突然间出现的？做贼心虚啊！上一次欺负女人，这一次丢弃小动物。你哪一只眼看到我丢弃它了？天眼，上天有眼，你每一次做坏事都让我看到。你每一次看事情都看片面，无知的女人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带她走，要不然我就告你虐待动物，让你吃官司，跟她一样被锁起来。老流氓，我数3声，要不然我就报警。1、2、3。
你犯规了！我犯什么规啊？我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为什么把出门的鞋穿进来？你看，都是你的鞋印。老了，一时忘记了。还不换家拖？好。记住，客厅有客厅的鞋，厕所有厕所的鞋，阳台有阳台的鞋，不能交叉感染。这么小间的一个屋子，要换那么多鞋，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！库玛丽，库玛丽，库玛丽，你有病啊！库玛丽，你说什么？你有病！库玛丽，喂，库玛丽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放心，已经订好了。啊，一下见。自己来，不用客气。好，这个月的奖励金还是进入你口袋了哦。我很拼的，好不好？拉姐，来，不要客气，一起吃。明正，还是你行，有人拼得要死，还是当不了这个月的最佳顾问。我哪有名声那么厉害？摆不平的委托人竟然自己包了下来，我真的是甘拜下风。公平竞争，你也可以这么做的。你不是有3个难缠的委托人，不如你全都包了，刚好符合只能领养3个的限制。我们可以吃了吗？吃啊！我现在手里有几个领养案子在忙着，也刚好收到独居老人的新项目，听说蛮挑战的，想不想帮忙一下？明真，不要上当，容易应付的他怎么可能让给你？都说了，明真幸运，接到的都是容易相处的委托人，才能一次又一次的霸住金牌顾问这个位置。你不用刺激我，我是不会拿石头来砸自己的脚的。你们再不吃，我要吃完了。你有本事的话，你就试试我手里的案子，要是你能摆平，我就心服口服。有什么事我是摆平不了的。好，我会发地址给你。好啊。律师，请问吕寻开先生在吗？我叫明真，是公家与大龄事务局领养部的顾问。你开门好不好？我想跟你谈谈房子的事。吕寻开先生。想不想和昨天的你见面？如果他的手能让你再牵，会不会我轻一点？如果过去那些不告而别，曾经让白天变成黑夜。如果这一边夏天都下雪，愿不愿变更季节？